两只陌生的成年雄鼠第一次被放进同一个笼子。你以为他们会先打量对方体型，看谁更壮？其实他们先做的是凑上去闻一下。这篇刚刊在 Current Biology 上的论文把这股味道具体到了一个分子，化学名叫 TMA 三甲胺，是一种会挥发、会在雄鼠尿液里累积的小气味分子。它不是雄鼠自己造的，是它肚子里那群肠道细菌代谢出来的产物。另一只雄鼠的鼻子接收这股味道时，靠的是鼻腔主嗅觉系统里一个叫 TAR5 的受体，专门对 TMA 反应特别强。接下来谁先扑上去，谁先退让，一周后谁更可能成为优势个体，都可能被这股气味推动。这不是长菌控制了小鼠的性格这种大话。这篇论文真正反直觉的地方是把一个听起来很玄的命题，肠道细菌会影响行为，收窄成了一条非常具体，可以一段一段拆给你看的链路。长菌做出 TMA 进到尿液变成一张化学名牌，另一只雄鼠用鼻子读这张名牌，于是打架、退让和一周后的地位差异都被推动。打架之前，先闻到一张来自长菌的气味名牌，这股叫 TMA 的味道是怎么跑进雄鼠尿液里的？第一步在肠子里，肠道细菌会把含胆碱的食物代谢成 TMA。第二步在身体里，多数情况下，肝脏会把 TMA 转成另一种无味的分子，安静地排掉，你闻不到。但成年雄鼠的肝脏，这条转换能力会被睾酮压低，没被转干净的 TMA 就跟着尿液飘出来，本来该无味的东西，这时候有味了。换句话说， TMA 不是随机的代谢废物，而是一个只在成熟雄鼠身上才会明显累积的化学标记。像体型、像胡须一样，它是一种能被闻出年龄和性别的记号。正常小鼠的等级差异到底长什么样？研究者先做最基本的一件事，看正常小鼠在初次相遇时的行为。两只陌生的成年雄鼠被放进同一个笼子，前30分钟的所有动作被录像下来，谁追，谁打，谁把对方压在地上，谁一边甩尾示警，谁缩起来成防御姿势。1周之后，再用尿液气味标记判定谁真的成了这个小社会里的优势个体。关键的事情就出现在这里，只看透30分钟，研究者已经能很准确地预测1周后的等级。优势雄鼠在这30分钟里追逐对方的次数是从属雄鼠的45倍，打斗次数差7倍，压制次数差2.6倍，甩尾次数差16倍。从属雄鼠则完全相反，做出防御直立姿势的次数是优势雄鼠的接近12倍。这不是随机的小冲突，这是一套30分钟内就能看出轮廓的行为模式。双方在初次见面时就已经把谁更像优势个体，谁更像从属个体这件事大致分出来了。拿掉 TAR5， 这套行为差异还在不在？研究者下一步直接拿掉 TAR5， 让鼠的鼻子无法接收到这股 TMA 信号。我们之后叫它缺失 TAR5 的小鼠。要强调一下，这不是普通的鼻塞，是专门把那个对 TMA 特别敏感的受体从基因层面删掉，整体嗅觉系统的其他部分仍然可以工作。把这种小鼠两配对放进笼子，再看一遍前30分钟的行为。原本鲜明的对照，这一次几乎不见了。优势和从属之间，追逐、打斗、压制这些攻击动作的差距大幅缩小，防御直立的差距也跟着被抹平。早期30分钟的行为不再能稳定预示1周后到底谁是老大。注意一件事，这不是说所有攻击都消失了，小鼠之间还是会打，是优势和从属相关的那种行为不对称被抹平了。小鼠还会互动，也还会冲突，但方向感没了。但这还不能完全证明，影响行为的就是嗅觉这条路。研究者用了一个更精细的实验，只在嗅觉感觉神经元里把缺失的 TAR5 重新放回去，其他地方不动。要承认一件事，这种转基因方式并不能100%还原原本 TAR5 的所有投射，研究者在论文里也保留了这个技术边界。但效果很明确，原本被抹平的攻击和防御不对称被救回来了。
优势个体又重新出现追逐 5.6 倍、打斗 4.4 倍、咬丝8倍、甩尾 10.8 倍这样的差距，从属雄鼠的防御直力也重新拉开了大约14倍的距离。也就是说，问题不在某个神秘的脑内受体，那条把外界 TMA 翻译成我闻到了一只成熟雄鼠的路径，就在主嗅觉系统里，刚好够把这套等级相关行为撑起来。研究者下一个问题很简单，如果一只闻得到，一只闻不到，谁会占优？研究者让一只正常小鼠和一只缺失 TAA25 的小鼠配在一起，按照前面的结果，缺失 TAA25 的那一只闻不到对方的成年雄性气味，理论上应该不占优。结果反过来，在87对混合配对里，有55对最后由闻不到 TMA 的那一只成为老大，正常小鼠当老大的只有32对，差不多是6比4。而且这些闻不到味道的老大带领的配对，整体攻击比正常配对更多，更像两只都不肯收手。研究者在论文里是怎么解释这件事的？他们很小心，没有把它写成结论，而是写成一个模型。作者认为，可能正是因为缺失 TA25 的这一只闻不到对方那张成年雄性名牌，于是他不知道该按什么信号退让，什么时候停手。他不是更强，而是不按正常规则出牌。这不是闻不到，所以一定会赢这种简单结论。是在这个配对实验里，作者观察到一个反直觉的现象，并且给出了一个关于信号识别失灵的模型。整个结果最反常的地方就在这里，读不到信号的那一只反而打乱了整局。但要真正证实这条链路，还缺最后一步，拿掉 TMA 本身。研究者用一种叫 FMC 的化合物，它的作用很简单，阻断肠道细菌制造 TMA。 先强调一句，这只是研究工具，不是给人吃的药。这篇论文也没有任何临床意义上的暗示。灌喂 FMC 之后，雄鼠尿液里的 TMA 从原本大约每升10毫摩尔降到不到1毫摩尔，几乎被清光。再把这些闻不到自家味道的雄鼠两配对，攻击和防御直力的发生概率下降到原本的大约1/3。反过来，只要把 TMA 直接涂回雄鼠身上，把这股气味补回去，攻击和防御的概率立刻又上来，大约是原本的3倍，连第一次冲突发生的时间都变得更短。研究者还做了一个听起来像反过来的实验，把 TMA 涂在年轻还不会自己分泌 TMA 的雄鼠身上。结果原本不太会被当成对手的这些年轻鼠，被成年雄鼠咬丝和打斗的次数明显上升，同时做其成那类求偶动作的次数反而下降。也就是说，别的雄鼠真的把 TMA 读成了成年对手这个身份标签，而不是把它当作别的线索。把这股味道拿掉，攻击和防御都降下去，把它补回去，这些行为又回来。这条链路从肠菌到 TMA 到鼻子里的 TAA25 再到行为，到这里就接上了。那这篇论文到底改变了什么？他没有发现一个秘密器官，也没有找到一条能控制人类社交的开关。他把微生物影响社会行为这件听起来很玄的事，从一条模糊的长脑轴叙事拆成了一条可以写在白板上的外部信号链。肠菌不只是在身体里默默工作，它的代谢产物还能跑出去，被别的动物的鼻子当成社交线索读进去。但研究者也在论文里反复画了一条边界。这项研究是雄性小鼠，是 TMA 对 TAA25 这个受体，是一个只在头30分钟和1周时间尺度上看的社会等级实验。它不是说人类的攻击、性格、社会地位被肠菌控制。TAA2 这类受体在不同物种之间虽然保守，但它们在行为里扮演的角色会一个物种一个样。人类虽然也有一种叫3甲胺尿症的代谢病，会让身上长期带 TMA 味，但那只是嗅觉感受层面的事，不能直接套到人类社交。所以结论不是依据肠菌决定你会不会打架的口号，真正可以带走的是另一件事，微生物的代谢物原来也能成为一种被别的动物闻得见、读得懂的社交信号。所以下次再听到肠菌影响行为这句话，可以先反问一句，这条路到底是哪根菌、哪个分子被谁的哪个受体怎么读的？